换500次回首才得今世一瞬。他身上的气味及背影都让女人心跳加速，但他已经是别人妻子了。那个跳动的心原先不是慧英的，他从小就有天生心病，后来靠一个不认识人送的心，才得以继续生存。那心的主人竟是男主新娶的太太。明宇一直忘不掉他深爱的妻子，他本以为不会再爱上别人，偏偏命运把他们俩搅和到一起。第二天，慧英在山里拍花瓣，突然一群虎头蜂包围了他，背后有男人帮他驱赶掉危险。回头一看，竟是昨天在机场遇见的那个明宇。阳光下，明宇的出现又让他心跳不自觉的加速，傻站在那里动不了。明宇以为他不知道怎么感谢救命的恩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慧英才回过神，急忙道谢。明宇嘱咐他几句就转身走了。慧英怎么也镇定不了跳动的心，明宇的背影就让他心潮澎湃。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啥，其实他移植的心正是明宇妻子的，这就难怪他会心动加速了。俩人都不了解彼此是谁。明宇之所以会出现在山上，也是怀念死去的妻子，这地方承载着他俩的甜蜜往事。日头快要下山了，他得回家了。慧英一不小心脚一滑，从山上摔下去，扭了脚踝。他在空无一人的山顶拼命呼救，没想到偏偏救他的人是明宇。检查了慧英的伤，还好没什么大问题。明宇慢慢蹲下，示意要背慧英下山，可慧英不可能信任一个荒山野外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，他对明宇始终保持着戒心。才走了几步，就发现自己没法继续了，于是轻声细语地跟明宇说，能不能搭个手臂帮他慢慢下山。好心的明宇没多想，就觉得慧英又好笑又挺可爱的。慧英有点害羞地靠近明宇，刚互不相识，没想到就这么搭上话了。俩人一起不知不觉走了好一会儿，说巧不巧，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俩人因此有了更多贴近的时刻。明宇递给慧英雨衣穿上，还说现在这速度今晚是下不来了，只能在山里的小旅馆过夜了。慧英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。明宇明白他在怕他是个坏人，会做出啥过分事呢？慧英支吾啦啦地说不怕他，其实还小心着呢。明宇挺难过的，自己曾2次救过慧英，现在却被当成坏蛋。他就说不然慧英自己走，要不就和他一起去民宿。但才3秒，慧英又叫住他了。明宇心里偷乐，慧英啊，还决定住同一家民宿。他好像早料到慧英会和他一起去。慧英却掏出手戴的戒指，大声宣布自己已经是人妻，这是邀明宇自知自退，让他别再胡思乱想了。但明宇只感觉慧英搞不清状况，他的心里除了故去的爱人没别人。很快他俩就找了个能住的村房，一进屋明宇就脱下湿衣服，不管旁边的慧英多尴尬，明宇手到擒来，轻松就让慧英的扭伤脚恢复，又能正常走动。我挺好奇的，起初为啥不直接治慧英的脚，直接让她自己下山？得说明宇这招泡妞手法太高明了。吃面的时候，慧英还心里忐忑，担心明宇对她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于是一个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公如何优秀，如何有实力。明宇猜到他什么意思，但只是笑笑不当回事。但他们在玩影子游戏时却一点点靠拢，好像要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似的。昨晚天真的女子被交往10年的男友求了婚，今天却对遇到的帅哥心跳加速感到心动。转眼独处一室即将共眠，女人忽然慌了神，毕竟她已许人，这样实在不对头。男的一觉到天亮，慧英打定主意熬夜，熬过这晚明早就走人。结果肚子一响，不得不起身，轻轻唤醒熟睡的明宇，红着脸请他陪他去厕所。四周一片漆黑，明宇自然不能陪他一起进去，转身就想走，却被慧英叫住要他留下守着，而且让明宇死死地捂着耳朵，怕自己去洗手间弄出大动静，毁了自己的淑女形象。明宇马上领会他的意思，捂上耳朵。慧英用完洗手间出来，看不见明宇的身影了。原来为了不尴尬，明宇悄咪咪地溜了。这种细腻，哪个女孩不心动？慧英脚踝扭了，走路费劲，明宇就贴心地搀扶她下山。慧英怎不紧张的心跳加速？黑漆漆的要睡时，慧英得时刻提防明宇会不会对她做出奇怪的事。忽然间，房间灯亮了，明宇嘀咕房间暗得吓人，实际是帮慧英放心。虽素未谋面，但他处处想着慧英。明宇借着灯光比划出兔影，顿时抓住慧英眼球，激起了她好奇，仿佛一瞬间两人的隔阂就消失了。明宇亲手教慧英做兔子的手势，这晚他俩宛若热恋中的情侣，不知不觉同床共枕。第二天早上太阳特别刺眼，慧英慢慢醒来，看到忧愁的明宇，他那伤心而沧桑的背影让慧英的心跳猛然加速。慧英搞不懂为啥会这样，感觉却难以自抑，差点认为心脏移植有问题了。
慧英还不晓得他的新心脏来自，正是明宇深爱的妻子，还是对这个男人的魅力无法自拔。两人笑语盈盈，一起下了山。慧英对明宇的戒心也逐渐放下，她发现明宇真是个好人。才走了一点，慧英有点喘，明宇察觉了，就像昨天那样，主动伸肩帮她稳住步伐。慧英优雅地迟疑片刻，想点头答应，不想突然间天降暴雨，明宇牵着慧英在雨里冲到亭子避雨。这场瓢泼大雨似乎不会很快停下来。慧英一脱口而出：“难道是老虎娶亲，还是狐狸出嫁才下的雨？”明宇被慧英这话深深打动，因为他和已故妻子首次相见也是雨天。老婆也说过，下雨是因为狐狸要结婚了。他和老婆一起弹琴的美好在脑海里浮现，满脑子回忆的明宇看着长得有点像老婆的慧英，眼里逐渐泛起深情，但及时收敛情感。他清楚眼前这人不是老婆。雨停了，打破了尴尬氛围。慧英心跳突然加快，她摸不着头脑，这不像她。两人莫名其妙走到河边，明宇伸手拉她一起走，结果俩人一起落水了。反常的是，没有互相抱怨，反而快乐地大笑起来。这也算是段奇特旅程。明宇帮她脱鞋晾干。此刻慧英被明宇项链吸引了她的目光，因为她是妻子和明宇的爱情凭证。慧英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项链，被明宇突然打断了注意力，她脚踝流出了血。慧英立刻慌了神。明宇嘲笑她看上去不像已婚人士，更像个胆小的小孩。慧英曾说她已婚，这个谎言马上被戳穿了。明宇用手帕替她包了伤口。慧英休息时特别爱看野花，明宇意外她这么钟爱这事。慧英从小就心脏不好，别的不能做，只好研究花，陪伴着花。后来她当上了花艺师，现在她做了心脏手术。她喜欢自由自在地跑，梦想跟挚爱一起环游世界。慧英的活力让明宇不由得想起去世的爱人。微笑的慧英好奇明宇爱哪种花，明宇说是黄色玫瑰。慧英答应有天要特别给他准备一束。衣服干了，该下山了。这时候慧英哼起明宇妻子爱的歌，他也最爱这首歌。明宇情绪震动，难以抑制，紧紧抓住慧英，目光深情凝视她。随后才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妻子，其实他的妻子并不爱他。而慧英活下来，正是因为收到明宇妻子捐的心。不单是明宇对慧英心动的迹象，慧英也因为有了他妻子的心，对明宇产生了感情。科学上也没法解释，究竟是心脏影响着我们的情感，还是大脑在操控，结果还是个谜。慧英姐姐在山下急切地为她平安祈福，否则跟她未来老公咋交代啊？就是因为昨儿个山顶偷偷拍那男的，才闹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。瞧瞧，好吧，本性难改，拿起相机，赶紧给那帅哥明宇偷拍去了。想都没想到慧英竟在后头，姐心里差不多猜出他俩山上过夜了。慧英还磕磕巴巴没那回事的解释呢。慧英安全了，明宇就打算走人，俩人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，彼此是谁还是个谜。这时慧英的未婚夫程仔开车来了，错过了明宇一面，带着慧英离开了。慧英在车上望着明宇一个人的背影，依旧满是沧桑，心里不禁回想刚才的目光交错，手却摩挲着程仔的订婚戒指。他的心里明宇的浪漫邂逅似乎只该存留山巅，没想到他们终究会各奔东西。回家，姐姐不停地讲明宇就是他注定的白马王子。慧英莫名其妙，问什么叫注定？所谓的命中注定，就是见到他心就砰砰直跳，呼吸都急促起来。这时慧英才发现，这不就是他的感受吗？慧英慌得没了主张，说要回自己房间，结果却朝阳台那边去了。明显的，明宇的出现把慧英弄得手忙脚乱。明宇给她缠绕伤口的手帕，她也没还，直接拿回家了。看着手帕，慧英百感交集。此时明宇察觉，他开始对慧英有了莫名情感，心里感到非常愧疚于故去的爱妻。第二天，明宇把山上碰见慧英的事跟兄弟说了，表示自己对去世妻子不够忠诚。兄弟则劝他往前看，放开对妻子的迷恋。明宇没听他的，就站起身离开了。这时一个女孩出现了，直接扑向明宇拥抱。她虽是家境富裕的千金小姐，却深情地对明宇倾心，瞒着父母放弃了国外留学，回国来找明宇。但她的感情是单方面的，明宇只当她是妹妹而已。居然不要脸地问明宇，是不是时时刻刻想着她，想不想和她生孩子？明宇觉得她太幼稚了，就笑笑没当回事。突然上演了一出戏剧化的一幕，富家大小姐真雅居然和慧英是好闺蜜，俩人见面就聊起最新八卦。真雅兴奋地说给慧英听，她找到了一起变老的男朋友，那男的就是明宇。那时慧英还没意识到让她心动的是明宇，内心深处希望他能幸福美满。
没想到他的未交夫竟是真雅的亲哥。这样一来，慧英偷溜回国的秘密很快就无法遮掩，瞿巧也难逃一劫。心仪的明宇在他面前示好，于是他鼓起勇气为明宇设计一束花。这时候慧英还没察觉那人就是明宇，但他总是不经意间想到他。明宇曾提过他爱黄玫瑰，真雅挑了最亮眼的几朵捆成束。他电话里约了明宇，要在约好的地方让慧英遇见他，自鸣得意地跟慧英介绍着明宇的职业跟恋爱经历。慧英一听到明宇就神魂颠倒，正陶醉时，程仔的来电打断了他，说有事要给他。慧英只好告辞去找程仔。真雅喜欢的人还不认识，就走了。慧英举着伞，急急忙忙混进人群。楼梯上迎面来了个熟人影，那正是明宇。可是两人都没看清楚，就这么错过了。慧英觉得那人可能是明宇，就停下来回头看，只看到一个背影，没确认是不是明宇就走了。这时候明宇也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慧英，他急忙地走了。真希望他俩现在能见上一面。命运真会捉弄人，把爱侣分开。明宇收到真雅的黄玫瑰，他瞬间以为是慧英给的。明宇吃饭时都忍不住握着花，而程仔给慧英一张条，写的是心脏捐赠者住址，竟是明宇妻子的家乡。他总觉得这颗心不是自己的。慧英希望能去心脏主人曾生活的地方，让这心也重游旧地。同时明宇哥哥催他回去探望名义上的岳父。第二天，明宇匆匆背起包，赶上最后一辆巴士，上车大口喘气坐下，身后的正是慧英。俩人火车上却彼此错过。今天下的雨正赶上那天，慧英在山上的相遇如出一辙，可是那身影竟是慧英自己。他们差一点就能认出对方，可明宇这时候偏偏不见了。两个心动的人又一次不期而遇的错过了。望着遍山的山茶，深呼吸，闻着那花味儿，好像故去的妻子又对他笑了。他只能接受妻子走了的事实。明宇这次去主要是拜访岳父，不确定是要放下心事，还是因为爱上了慧英，或许是愧疚，想向妻子补偿。岳父总爱在泡茶时加几片花瓣，这一习惯他女儿也喜欢。女儿离世已3年，他希望明宇能不再念念不忘，去追求自己的快乐。深爱过的人想忘却难上加难。明宇回房一角，拿出尘封已久的项链，是他与妻子生前定下的深情之物，代表恋人间如阴阳般相惜。有着项链的情侣注定不分离，但现在他却只能物是人非。先去的那个人哪知留下的这个多么痛苦。而慧英则不自觉走进那片满是茶花的园林，泪已在眼角打转。他觉得这个陌生的地方似曾相识，风景和花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熟悉，却又说不清楚这种奇妙的感受。他不知道他的心原本属于这里的某个人。慧英手持相机边走边拍，来到了一家民宅前，心里一阵家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却被突然出现的两个人打断了沉思。正是明宇，可是他们还没见到本人。明宇跟岳父告个别，然后就走了。他走过满地的山茶花，隐约能看见慧英的影子，以为这次可以见面了，结果一个往下坡去，另一个往上坡，就这么在岔路口擦肩错过了。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，而是我就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他们就这么擦肩而过了。就在这一刻，老婆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：明宇啊。明宇转头一看，本以为是老婆，结果是在自己后面的慧英。缘分真奇妙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他们还是见到了彼此。自从山上那次偶遇后，明宇一直期盼能再遇见慧英，而慧英心里也明白，她同样想见明宇。他俩连对方名都不知道呢。明宇笑着搔搔头，正想说自己名字，话还没说完，回家的巴士就要开了。急忙中两个人赶巴士去了。慧英背个笨重的相机，明宇接手帮她背，俩人拼命地跑去赶车。慧英仿佛很喜欢这种奔跑，她换了个健康心脏后跑起来。对她而言，跑步是幸福的事儿。看慧英上气不接下气，明宇眼神一亮，乐了出来，但笑容没挂多久，回程票居然售罄了。明宇无私地把最后一张票让给了慧英，两人互换名片，想留个联系。明宇找啊找，名片不见了，慧英却紧握自己的名片，却突然犹豫，偷偷收了起来。这会儿明宇催慧英赶紧回家，她老公可能正挺着急，又挂念她。慧英微尴尬的点头，拜拜了。明宇依依不舍，又叫住她，只是叮嘱道：路上当心啊。不知怎地，明宇跟慧英待在一块的时光老是嗖嗖的。慧英上了火车，拿着名片发呆，车上几个小鬼吵吵闹闹。这时候明宇忽然意识到相机还在自己手里，赶紧冲上火车找慧英。她已经睡了，不忍心吵醒。
就在后座坐了下来。旁边一位阿姨把椅子转过来180度，椅子一转，她刚好正面撞上明宇。慧英还没意识到明宇正坐在她对面，所以完全没在意女神形象，大声哈欠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她慢慢睁开眼睛，明宇的脸渐渐变得清楚。明宇说他来归还相机，但慧英仍然局促不安。他们刚打招呼，售票员就来查票了。没票的明宇赶紧闪进洗手间，慧英在外面巧妙地替他掩护。好在他们成功躲过检票员。经历了一连串紧张刺激的事情，屡屡发生在他俩身上，令他俩更懂得对方。坐下来，慧英就问：爱情跟火车啥相似？明宇想了想说：总会摇晃。这回答不就是形容慧英吗？火车很快进站，由于明宇没票，出站稍慢，慧英也被他未婚夫领走了。不过谁都想不到第二天，明宇跟项目头吃饭，重遇慧英，结果他对面的领导居然是他的未婚夫。明宇惊呆了，多番偶遇慧英，没想到竟是这么相见。在未婚夫程仔面前装作陌生人，撒谎说这是初次见面，并互相打招呼，这样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慧英心里紧张极了，害怕程仔发现他对明宇的心意。程仔向大家介绍慧英，他是这回水域度假村建设的园艺设计师，两人会合作。本来明宇用哥哥泰丰的名义参与度假村的竞标，没想到无意间做清洁的富家女真雅瞄到了他的方案，那还是他家的工程呢。他还说要特别感谢真雅的偷偷帮忙。这一下子明宇脸色都变了，他不是那种靠女人养的男人，立刻打个电话找出真雅在哪。明宇与未来姐夫慧英初见面就是这般情景。明宇赶紧乘坐电梯见真雅，真雅睁大眼惊讶着明宇怎么会和他亲哥并肩。程仔解释后，原来是个误会，选明宇是因为他的本事，正因为他在水域度假村的建设工程中非常关键，两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合作，缘分真奇妙。所以明宇又有机会遇到慧英。慧英急忙找理由逃离这尴尬场面，他拿菜时心里根本不在焉。这时明宇出现询问，是不是他看起来很凶，所以他之前在山上撒谎说已婚。慧英还想解释一下，明宇说看在上次的份上，他那黄玫瑰的情分我就原谅他了。真雅忽然冒出来打断了两人谈话，想知道聊啥。两人都被真雅这一出现惊得心跳加速。明宇支吾着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上次慧英给的黄玫瑰。等明宇一走，真雅得意洋洋地跟慧英夸她心仪的明宇多帅多出众。慧英笑着附和他说，他说的对，肯定是明宇看走眼了才会选上你。大家围桌吃饭聊得火热，他们还不清楚明宇跟慧英老早就熟了。明宇不时把目光投向慧英，反观慧英却老躲着他的眼神。吃完饭，明宇详细讲了他的度假村计划，条理分明，思路明确，还很有创意，让大家听得心悦诚服。旁听的慧英被他能力和魅力迷住了。活动结束，慧英依旧意犹未尽，脸上绯红。真雅看出自己跟往常不同，格外异样。他是搞花艺的，得和艺术总监明宇搞好关系，才能协同工作，找个地儿聚聚，增进下感情。他们哪知道俩人早有感情，根本不需培养。明宇不想让慧英难堪，就说他明天得回家。这时候突然的真雅提出去明宇家玩的主意，那边正好有慧英爱的野花。这时明宇脱口而出说慧英可以去摄影花朵，他差点脱口而出，幸好他俩没发现，只好答应他们的建议。慧英感到尴尬，回家慧英拿起明宇的手帕，想这次归还给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开车去明宇家，没想到承载的车子路上出了故障，真雅得去帮忙。真雅走后，他俩终于能单独相处。慧英起初还挺不自在，不知怎么跟明宇打交道，可逛了一圈之后，渐渐的又找到了那熟悉的相处方式。他们俩在花间漫步，简直让旁边的情侣都嫉妒。这时候明宇妈妈突然出现了，喊着明宇，还搂着自家宝贝。妈妈一看就非常中意这未来儿媳，开始问起家庭住址、年龄、生辰八字是否匹配。明宇却赶忙打断了妈妈的热络，表示慧英只是工作伙伴。妈妈赶紧跟慧英道歉，其实挺中意清秀的慧英，反倒自称儿媳的真雅。妈妈对她不屑一顾，目光始终紧盯着慧英。慧英手中的手帕掉了，心机的真雅知道那是明宇的，因为是他给明宇的礼物。爱情随风来随风散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一对心动男女虽握手言好，仅做朋友，紧接着女子却踮起脚尖激吻而至。这突兀场面恰巧全让身为闺蜜还是小姑子的富家女全看在眼里。她慌了神，赶紧把突然现身的哥哥带开，害怕哥哥目睹她倾慕之人。
和嫂嫂间不该有的情愫，其实都是一阵煽风搅的局，将纯净外界的灰尘吹进明宇眼里。慧英也学着踮脚尖，明宇老婆那飒爽的样子吹散了灰尘，景致美得跟画似的，让人幻想着爱情最动人的模样。岂料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真雅误会他们在亲吻，加之昨天他瞧见慧英手上拿着的正是送给明宇的手绢，这更让他对他俩的关系起了疑心。于是他愤愤地追问，他们怎么可以大白天的做这种事儿？俩人被真雅弄得迷迷糊糊的，明宇只是笑不说话，慧英则解释说不是那样。真雅急切地把看到的事儿说了出来，明宇急忙解释是慧英给他吹眼睛里的沙子，慧英也笑着附和明宇的解释，这让真雅开始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但转瞬间就态度大变，不要脸地插进他们俩当中。明宇他妈发现他对慧英有意思，虽然他明白慧英已经订了婚，但是妈妈说只要是儿子中意的人他都支持，这让明宇心里暖暖的。第二天就跟妈妈告别回城了。兄弟泰丰神秘兮兮地拿出2张歌剧票给明宇，暗示他带真雅一起看去看，或者跟山里遇见的慧英一起看。明宇拿着票出神，同时真雅给明宇打了个电话，说有急事要见面。明宇丢下活儿急匆匆去了，推门见真雅父母坐在那，明宇感觉挺别扭，觉得真雅太鲁莽了，但真雅得意洋洋，还不觉得丢脸，把明宇当他们未来女婿介绍。没想到财阀老爸却看不起明宇，说着年轻人不愿吃苦奋斗，老想找捷径，还说自己最看不上只靠女人养的男人。这下子明宇火气大了，他只把真雅当妹妹或学妹看。明宇急躁不安，气冲冲的就走了。真雅急忙跟上，想给爸爸道歉，但明宇生气的并非爸爸的言语，而是真雅多管闲事，自以为是，惹得他火大。那个烦人的真雅终于尝到苦果。同时慧英姐姐躲开了他不待见的活儿，慧英得把文件送走。刚离开没多久，他在公交上碰到闷闷不乐的明宇，可一看见慧英，烦心事儿马上一扫而空。慧英把水域度假村的资料交给明宇，说有啥问题就直接打他电话，于是问明宇带没带纸。明宇翻遍口袋掏出泰丰送的2张歌剧票，便拉着慧英一起去看。俩人从容不迫地赶到现场，再来电告诉他手头有对歌剧票，想邀他一同观赏。这时慧英却犹豫不决地回绝了程仔，他跟朋友约好了吃晚饭，程仔也没办法硬拉他跟他去。这时明宇得到真雅的来电，邀他去看歌剧，明宇也用同样理由拒绝了真雅。原来他俩手里都有2张歌剧票，都想请自己喜欢的人去看，结果却是兄妹俩双双被放鸽子。恰好他们就去看了同一场明宇和慧英的演出。慧英刚离开去洗手间一会，他俩跟着冲过来，正好撞见了明宇。明宇脸色一变，心想不会被抢先了吧。真雅满脑策略，看到杯上女人口红印，桌上还放着跟慧英一样的文件夹，他猜疑明宇不是单独来的。明宇慌乱的说不出话，慌忙辩称是和朋友来的。正那时慧英从卫生间出现，看到他俩突然慌得不知所措，赶紧躲起来。没想到真雅也往卫生间走，逐步逼近慧英，他拼了命躲进卫生间，险些被狡猾的真雅抓到踪迹。出来以为安全时，又碰上程仔，又被吓得赶紧躲回厕所。他发现厕所真臭，这都是因为不能和暗恋对象约会。觉得安全时，慧英给明宇打电话说不能一起看歌剧，不想误会程仔。真雅很快就察觉到明宇的小心态度，一次在荒山偶遇牵动了女子的心，一次街边紧急躲避的邂逅，男子的近距离触碰让女子的心跳不已。但女子也有未婚夫这一现实，她慌乱地压抑心头的波动。男人自妻子离世就封闭了心房，明宇还没意识到慧英的心脏正是他妻子的。慧英对他颈上的项链很好奇，他一直戴着，从不取下，显然这对他特别重要，那是过世的妻子留给他最后的回忆。原本觉得他不会再爱一次，以为这是对失去妻子的背叛，可是自从慧英出现，他又想恋爱了。慧英特别想知道他心仪的人，而这时候缠着明宇不放的真雅突然悄悄地出现在他俩身后。明宇没鼓起勇气告白慧英，只提到他心上人慧英也熟，意味着是个共同的朋友，所以慧英误以为是真雅，毫不知情的其实明宇就喜欢他。前厅的真雅自信满满，都快乐的牙齿掉了，以为明宇爱他，但他的得意没维持多久，自以为被心仪的人倾慕，一整天还沉浸在喜悦里。晚上找慧英想聊聊关于明宇，却无意中翻到照片里明宇和慧英在山上，他们显然早就相识，曾共度山中夜晚。真雅当场呆若木鸡，瞳孔好似要瞪破。回房后心久久澎湃难平，手上的照片勾起刚吃饭时
泰丰不经意透露，明宇刚回就爬山，正是和慧英一起爬的那座。明宇语塞，笨拙搪塞过去。真雅愈发生气，心里恨透了他们摆弄自己的感情，就气鼓鼓地找明宇，故意挑衅，说他和慧英阳台挨得近，晚上可以促膝谈心。明宇一时半会没搞清他到底想表达啥，真雅就掏出了他俩的合影，提起了山上发生的那档子事。他特别恼火，他俩居然装作互不相识，还把这事儿瞒得天衣无缝，连半点风声都没露。明宇还想辩解说是搞错了，真雅气得不想听他解释就走了，被明宇一把抓住。真雅质问明宇不知道慧英其实是他哥哥的未婚妻吗？说要把真相告诉哥哥。同时姐姐把真雅进房间又忽然离开的事告诉了慧英，感觉事情要败露了。慧英决定抢先一步把那晚山上的事全部说给程仔听。原本以为程仔会大发雷霆跟慧英大吵一架，谁知道程仔居然笑了起来，还说得请明宇好好吃一顿，感激他救命的恩情，告诉慧英不必担忧，他不会怀疑他和明宇的关系。慧英羞得不敢看程仔，但程仔却说慧英是他无条件信任的唯一人，也绝不会对他起疑心。不可否认，程仔这人真是懂得体贴入微。慧英总算松了口气，但真雅在工作上让慧英难堪，毫不客气地伤了慧英的心，还总和明宇作对。于是程仔把真雅带到外面，他不懂真雅为啥没来由的让慧英难过。真雅回嘴说慧英偷偷跟明宇搞在一起，又提他们俩在山里同房的事。但通情达理的程仔早知道是明宇帮的慧英，这时候该谢谢他，不应该猜疑他俩，还说把慧英当妹妹，结果还伤害他。真雅这样看来真是太幼稚了。程仔作为哥哥，要真雅别追明宇了，别再伤人家，他根本就没资格去爱。爱不是计较和怀疑，而是宽容。没想到自以为满腹经纶的真雅，结果反被教训了一顿。事后马上向慧英道歉，慧英原谅后透露自己才是明宇钟情的人。真雅马上回到了平时追星的傻样。程仔诚恳对明宇说抱歉，之后还向明宇表达了谢意，感激他在山上对慧英的照应。程仔和明宇真诚合作地握了手。修建水域度假村是他们共同的项目。他们抵达度假村，这充满复古的旧物。慧英特别钟情于那些古老的唱片，恰好明宇也挖掘出了一台老式唱片机，并且也是非常喜欢。于是二人一拍即合，唱片机播出了动听的音乐。他们喝咖啡时都要加好多糖。他们不仅兴趣相投，连口味也如出一辙。外人不知情，还以为他们是真正的情侣呢。其实未婚夫程仔反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程仔的喜好跟慧英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慧英为了能跟对方靠近，开始慢慢喜欢和接受他爱的事物。突然他心里有种感觉，得和明宇保持距离，要压下对他的心动。第二天等明宇的时候，无意听说明宇心里的人不是真雅，而是山上偶遇的女子。慧英的心猛地抖了抖，目光闪烁不知所措。他怎么也没料到明宇喜欢的人居然是自己，于是找理由急忙走了，使劲跑一边回想。明宇明确示爱好几次，他却不敢接受明宇的热情，更不想对程仔的真心失信。所以当明宇送他新ID唱片，慧英拒绝了他的心意，还说他俩再也不是朋友了，只留明宇一头雾水。他完全搞不懂慧英为何这么决绝。他们工作密切相关，连住的房间都隔壁。慧英频繁驳斥明宇关于度假村的计划，还说要把目标客户定位在高端市场，而非明宇想的大众化。明宇实在搞不懂为啥慧英突然和他唱反调，俩人就吵了起来。同时程仔也搞不清楚为啥平时趣味相同的人也会斗嘴。慧英澄清只是小小的观点不合，然后牵起程仔的手臂走了，跟程仔说起安排家住的事儿。在讨论度假村的土著问题时，竟然提了个跟明宇一样的想法，将原住民和旅游业融合在一起。连程仔也感叹不已，俩人的看法竟是一模一样的。慧英一听，心里轻轻颤了下。这时看见真雅在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怎么请明宇来家里聚聚。他之前冲动行事吃过亏，这下变聪明了。慧英看真雅拿不定主意，于是同意他给明宇打电话。电话一通，真雅马上丢给慧英，听见慧英声音就拼命往他那儿跑。看他那急匆匆的兄弟们，都以为他们俩有一腿。不过明宇一到，才知道又是家庭聚餐。真雅狡猾地把过错甩给慧英，说这次他没搞错。程仔也跟着说了句话，慧英把他视如己出，才邀请他参加。他们全家欢声笑语，回忆那阔绰往事。旁边的明宇却显得很不自在，特别难为情。可是慧英一提起夏夜爸爸捉给他的萤火虫时，他这次真的用心听，记得牢牢的。这次似乎真雅的爸爸对明宇的态度有所转变，
明宇回到房间，手里还拿着慧英没要的唱片，他准备好的要交朋友的便条，却没能送出去，多遗憾。沮丧地走到阳台吹吹风，慧英碰巧也在那儿，但他一看见明宇就躲开了。明宇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不是真雅叫他来参加聚会，而是他自己。慧英最后还是说了不想说的话，她愿意和明宇成为亲人，当上他的嫂子，这是真雅愿望，也是大伙儿的期待。说完马上转身走了，根本没给明宇机会解释。第二天明宇打电话给慧英，晚上要见面，给她一样重要的东西。刚好程仔也在旁边，慧英支支吾吾，找借口说是别人打错了电话蒙混过去。夜幕下来，明宇足足等了他4小时。本以为慧英因为程仔不会单独见明宇了，终究没忍住内心的呼唤，冲向约好的地方。明宇掏出精挑细选的慧英爱的萤火虫，原本想以此打动慧英，没想到慧英一次又一次往明宇头上浇冷水。他不想俩人像以前那样和好如初，这对程仔的关心太不公平。把之前救他实用的手帕还给他，他急忙转身就走。慧英这举动再次让明宇心痛。次日早上，慧英告诉程仔，他决定辞掉度假村的工作，因为他不想对程仔还有那么点感觉。明宇听说慧英要辞职，就拼了命去找他。找到慧英的时候，他正依偎在程仔肩头。慧英见到明宇，故意抱紧程仔，想让明宇彻底放弃。不知道这又深深伤了明宇的心。慧英跟程仔告别后，明宇早就在远处等他好久了。他弄不明白慧英为啥避开他。虽然慧英口上说无所谓，并没刻意远离明宇，可是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，怎么和明宇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明宇清楚他放不下初恋程仔，他心里也放不下已故的妻子，无法遗忘，但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情不自禁地想念慧英，这让他焦急不安。因此他说，如果自己让慧英感到不适，请他原谅，别轻易说辞职，应该离开的是他。说完就走了，好像他们相遇本来就是个大错，不能共度余生。明宇最后还是向慧英告白了，我爱你。正好被慧英未婚夫程仔听个正着。然后明宇希望每对情侣来到这满是黄玫瑰的求婚屋都能勇敢说爱，这就是他在度假村搞的求婚小屋的初衷。慧英不好意思地说，得弄得更美更浪漫才行。程仔在一旁笑了笑，原来他俩在讨论工作，但他马上又乐不起来了。慧英吓得魂飞魄散，去拿玫瑰却扎了手。明宇下意识地照顾慧英的手指，他用嘴吸掉手指的血。我真是看不懂他这套动作。但是慧英已经紧张到心跳加快了。明宇有点尴尬地松开他的手，说是因为上回慧英帮他吹眼里的沙，这次他也算是回报了。程仔看得脸都红了，他只能当个多余的未婚夫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脑海里老回想着明宇和慧英那些古怪的互动，加上昨天妹妹说过明宇已经和慧英在一起的一系列言语，让他对慧英的真心产生了疑问。明宇求婚屋的方案出炉，让大家意外地发现老派的程仔也能这么浪漫。因此明宇慧英名正言顺一起给求婚屋添浪漫，沉浸在一起打造城堡的快乐，并分享一瓶水的甜蜜时光。他俩乐得都快冒泡了。程仔眼皮底下一幕幕都看着，心里头却平静得很。不懂的还以为他对慧英不在意了。明宇和慧英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坐公交车跟着晃来晃去，他俩光滑的胳膊一碰，立刻电流穿过，都忍不住心里那股颤动。俩人聊得开心，走在一块儿就像情侣。程仔恰巧看到这一幕，似乎心里有点感触，突然对正忙着布置的慧英表白，还说要和他订婚。结果慧英以工作为由拒绝了他，程仔失败的灰溜溜走了。程仔向明宇施加压力，说自己有个朋友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他建议那朋友该回头是岸，别执迷不悟，其实是在暗示明宇应该放弃他的痴情。明宇当然心里挺清楚程仔的小心思。第二天，真雅和慧英带着花进明宇房间，看到了项链。慧英说那是明宇初恋的爱情信物。真雅突然质疑，连他都没听说过的事，慧英怎知道的呢？慧英紧张的语无伦次，回答说也是道听途说的。就这样糊弄过去了。慧英说了句他们把项链放下，就离开了明宇房间。真雅把项链拿走了。明宇发觉项链不翼而飞，赶紧回房间找，但始终没找到。那时真雅良心作祟，觉得好像不能那样，本想返还给明宇，但正打算进门，就听见明宇说那是妻子的项链，他若没那项链，简直没法活。真雅刹那间勃然大怒，心里打起了主意。真雅把明宇宠若掌上明珠的项链扔了，他盼着明宇忘记妻子，转而喜欢他，但他估计错了自己在他心里的分量。项链丢了，明宇一下子失魂落魄。
明宇打电话问真雅，没料到她说没看见，还暗示是慧英取花时弄丢的，这样不知不觉把包袱丢给了慧英，并把丢掉项链的事让好友慧英知道了，要她对明宇闭嘴，这让慧英好难受。泰丰讲清楚项链对明宇多重要，慧英急冲冲去找常雅掉的链子，宁愿放走等了好久的程仔，紧张地找寻明宇的链子。程仔瞧不懂明宇的链子比约会还重要，慧英这才回过神来。晚上跟程仔补了个烛光晚饭，程仔再次向慧英提婚事，试图亲吻气氛好的慧英，但慧英下意识躲开了程仔。慌乱中的慧英匆忙逃跑，明宇还在为丢失项链悲伤，真雅斥责他不顾他的感受，不懂放下对失去妻子的念想，还说他扔掉项链是对的。一时口快的真雅说漏真相，明宇震惊于他的心计，愣头愣脑的真雅哑口无言。没想到真雅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对，最多就是挖开那块地找回他的项链，而慧英那边始终不停地找寻项链。难说这是天意注定，还是有人刻意为之。想不到慧英居然找到了那条项链，而明宇早已承诺，谁若识得他的项链，他就永远不会放手。他们俩真要成一对了，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，多遗憾啊！未婚妻正忙着订婚，他坐立不安，脑子里全是另一个男人。那个帅哥让他日思夜想，他怕会嫁给别人。他心仪的男生因压力太大而晕倒了。明宇深感内疚，觉得都是他不好。他觉得慧英的痛苦都是他造成的，他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在自己头上。姐姐很担忧慧英，或许会有心脏移植后的排异复发。明宇才知道慧英其实是个患者，幸亏慧英很快恢复了意识，不晓得是自责还是觉得自己是多余。明宇告诉大家他要离开，说完就转身走了。醒来的慧英环顾四周，像是在找明宇，但明宇现在很怕见到慧英。明宇静下心，想起慧英多次说过，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多幸福，心脏未移植时是多羡慕别人能肆意奔跑。原来慧英一直这么痛苦的过日子，可是明宇始终感激那位把心脏捐给慧英的善良人，哪知那颗心脏来自自己老婆。两人都没意识到这份特别的缘分，始终压抑不住内心的波动，独自去医院探望慧英。背后的程仔静静地看了看，不想打扰，悄悄地走了。看慧英痛苦，明宇心里难受，知道她多想自由奔跑。他画着慧英奔跑的样子，希望她康复后可以牵着爱人的手，一起跑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恍惚间，慧英像是沉入了宁静的深蓝湖水，一只温暖又有力的手帮她摆脱了麻烦。半梦半醒中，慧英还以为是明宇，她心里还盼着是他，但睁眼一看，却是未婚夫程仔站在那。虽说嘴上感谢程仔叫醒了他，心里却挺失望的，干嘛不是明宇？慧英说他已经好多了，明天能出院，医生也批准了他的出院申请。体检报告显示他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，医生说遇上心仪的人或美好事情，可能自然就让他病愈，这科学上不好证实。程仔想起昨天明宇确实来过病房看慧英，可他又没当回事儿。晚上慧英满怀期待地问明宇有没有来医院探望他，没料到明宇二话没说，直接说他没去过医院看他。他想跟慧英撇开关系，但又不想程仔误会，所以对慧英撒了谎。但他偶然看见他本子上的话，就明白他骗了他。慧英知道明宇去过医院，那温暖有力的手肯定是他的。他又慌又喜，急忙去找明宇，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，但怎么找也找不到明宇的身影。湖边碰到闷闷不乐的明宇，慧英追问他为啥撒谎，明明明宇牵了他手，怎么就不认呢？明宇的假话就这么被拆穿，因此两人释怀了心结，划船聊得开心忘我。他们笑得合不拢嘴，要不是船漏水，他们能划到天明。就像慧英梦境里的情景一模一样，是明宇带他上岸的。明宇问咱俩跑步去不去？一转眼俩人已在草坪上飞奔，追逐嬉笑，乐此不疲，仿佛抛下了所有身份，沉醉于彼此的钟情中。慧英对捐心者心存感激，能有这份幸运继续生活。但近来不知怎地，总感觉有人慢慢走入心底，还是个熟悉的影子。这显然是指眼前这位明宇，谁知道呢？可能是妻子的心又对他动了情。明宇拉慧英在草坪上共舞，慧英赤脚踏在他脚背上跳舞，手轻放在明宇肩上，跟着节奏轻晃，两人犹如热恋情侣，彼此紧贴着，近到能听见对方的心跳。氛围正合适，明宇忍不住想吻慧英，没想到程仔远远地看到了他们亲昵的一幕，女人还是记得他快当新娘了，及时止步，慌忙离开。真雅既是闺蜜又是小姑子，她告诉慧英，哥哥程仔刚才去草坪找她了。慧英一下子慌了神，她和明宇的事程仔全都看在眼里，急忙打电话给程仔，却没人接。
不说也知道程仔一定很生气，连姐姐都说慧英和明宇草地上你侬我侬的情侣，在他眼里都只是误会，何况他的未婚夫程仔肯定没察觉。果然，程仔一个人站在刚才他们俩相处的草地，脑子里一直重放慧英和明宇在一块的情景，还有慧英总是无缘无故的道歉，慧英还把订婚戒指戴反了，他不止一次推开他的亲昵。程仔越想越气，转身就去明宇家等他，以为程仔的跟明宇大打出手，谁知程仔竟说他明白明宇有多爱慧英，明宇想澄清误解，又怕连累慧英，就说自己默默付出，慧英不知情。程仔肯定不会怀疑慧英，让明宇别担心，但他装不知，明宇那明显对慧英心动。明宇说抱歉打算辞职，可程仔没收他辞职信，叫明宇调整心情，尽快放下对慧英的念头。程仔会密切留意他，程仔老道的约定了男人之间的承诺。回家路上遇到了慧英，他不断向程仔道歉，但程仔认为快要结婚的两人不该常说对不起，慧英撒撒娇就能化解任何问题，真让人好奇程仔这样的好男人还有没有了。不多时，慧英已泪眼婆娑，感觉自己没对得起程仔的深情，却又不知怎样才能说出心里的感受。程仔最后把慧英送到楼下，慧英紧紧拥抱着程仔，不断地向他道谢，感激他的宽容。明宇在楼上看到这一幕，他想到与程仔的约定，感觉自己像是横插一脚的人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明宇宣布他将不再参与设计相关的工作，全部让泰丰兄弟接手。忧心忡忡的慧英甚至主动想跟明宇讨论工作问题，明宇借口忙碌拒绝了慧英，没料到他一夜之间对慧英的态度大变，慧英只得失望离开。没辙，明宇得这么做符合程仔的意愿。次日，程仔抛开工作，陪慧英去海边休假。姐姐羡慕他们能海边度假，旁观的真雅灵机一动，姐姐以工作的名义骗明宇一起来考察。明宇自是毫不怀疑，狡猾的真雅这时才悠哉出现。他们抵达酒店，碰见程仔和明宇。明宇发现被骗气得不轻，直接爆了肝。程仔却安慰明宇说不过换个地方工作。明宇这才平复怒气，真雅为啥要骗明宇来这儿？他早就打定主意要干嘛。结果那天晚上，真雅挽着明宇的胳膊跟他告白，还强行吻了明宇，但明宇马上推开了他。明宇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真雅，他心里只把真雅当小妹妹。真雅疯了似的对明宇倾诉爱意，尽管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心，但他太把自己的爱情看重了。明宇对他仍旧漠不关心，真雅悻悻地走了。而这一幕，慧英全看在眼里。慧英转过身去找明宇，责问他怎能这样对真雅，提到他那么好一个人，作为好友，他不能忍心看到真雅遭到明宇的冷落，只希望真雅得到一段幸福的恋情。不过慧英说这些也没用，他不中意真雅，明宇只得迁就他。慧英耐心劝解受伤的真雅，第二天却笑得没心没肺，还打算和慧英去岛上过夜。真雅还是想跟明宇去岛上，于是他耍心计让慧英先去。蒙在鼓里的明宇被真雅弄得哭笑不得。他们到码头准备出发时才知，今晚台风来袭38级，去不了岛上了。得知慧英现险，明宇赶紧划艇自行前往岛上。慧英看到明宇竟然在此，非常震惊。本想慧英会对此动容，或是感激明宇不顾危险的救援，完全没预料到慧英会发那么大火。他干嘛要煽情，搞得自己都感动。不过明宇确实挺担心他的，可慧英不稀罕他关心，也不用他操心。明宇意识到可能做过头了，意识到自己没权关心慧英，连忙道歉，设身处地想慧英，他们最好少见面，保持距离，以免误会。明宇只得解释他们从未在此相遇后各走各路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色渐浓，慧英到处找能借宿的地方，很快她就体会到了人情冷暖，她接连遭人冷落。此时一位慈祥老奶奶却走了过来，说愿意提供1晚住宿。慧英这才能打电话回城宅报个平安，跟他们说碰到一位好心的老奶奶，还给她准备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。慧英顿时觉得世上好人还是多的，掏钱包想报答老奶奶。这时老奶奶直爽地告诉她，已经有个小伙子付了房钱，所以她有房住，有热食吃，全亏了明宇。慧英急忙出门去找明宇，她搞不懂明宇为啥对她这么好，她没法回报明宇，还常让他难过，但这是他甘愿的付出，不觉得悲伤，相反，他为能给慧英奉献而幸福。慧英一下子意识到这点，她白白对明宇发脾气确实不妥，于是她向明宇示好，还道了谢。但明宇心里清楚，自己并没做啥了不起的事，
甚至给慧英添了不少乱。他明白自己不该再麻烦慧英，也不想再误会他俩的关系，所以明宇说俩人其实没见过，明早就让慧英坐首班船回，他打算单独一个人回去。